大家好，我就是吐槽烂片250解说电影人字虎的老车。今天吧，应不少观众老爷的强烈推荐，老车就给大伙说说这部由谭健次、金世佳领衔主演的单元破案剧《猎罪图鉴2》。老实讲，一说到2吧，我发现近些年国产剧一直都有一个迷思，那就是无论什么类型的电视剧，只要是一出到2，那保证都没有前作好看。真的，咱远的都不用说，咱就说今年的剧啊，什么《长相思2》、《庆余年2》、《白夜破晓》，应该说今年唯一一部水平没有下降的，也就是《唐朝诡事录》系列了。反正今年的剧怎么说呢？无论是古装还是现代，探案剧都比较多。你没看前面还有一个《我是刑警》，我还没说呢吗？当然，想要拍好这种探案剧吧，其实也非常简单。尤其像《猎罪图鉴》这种单元破案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只要理清一个小案件的逻辑，其实这个剧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这个剧的问题吧，偏偏都不是出现在破案的逻辑上，因为这剧破案的逻辑其实非常简单，它就是靠男主这样一个天才的模拟画像师来推进破案的。简单来说，这剧的剧情就是啥呢？有一个名叫沈烨的天才模拟画像师，通过别人的描述再加上自己的理解，然后他呢就帮助警方画出了一个又一个案件背后的真相。应该说这就是此剧大致的一个剧情了。说白了，他的剧情就有点像啥呢？就有点像韩剧《解读恶之心的人们》，只不过唯一不同的是，就是《猎罪图鉴2》里是男主一个人开挂，而《解读恶之心的人们》吧是和当事人深入交流。反正这俩剧都是那种隔几集一个案子的剧情。当然，这《猎罪图鉴2》里的案子吧，我也看了好几个，比如说第一个偶像借刀杀人案，还有见义勇为家暴案，还有守村人陷阱夺魂案，还有什么家庭主妇报复社会案，反正是正好看了此剧的1/3，一共是4个案子。当然，这时有的朋友就该说了，说老车你这也不地道啊，这还没等我们看呢，你就把凶手给剧透了。说实话，这事儿吧，你还真不能怪老车，因为他这剧里都不用我说，你自己都能猜到谁是凶手。真的，这都不是老车在这瞎说啊！我都不用等到男主给警方画画的时候，我都能猜出来谁是凶手。但是除了我看过的第4个案子家庭主妇啊，因为第4个案子里面有 AI， 而且前期凶手也没露面，所以说确实猜不出来。当然，这时有的朋友又该说了，你能看出来不代表所有人都能看出来。对，说实话，一开始吧，我也是这么想的，但谁成想我这一打开弹幕，发现弹幕上的观众都知道。真的，咱不能说100%，但至少是80%。所以说这就不是老车的问题了，而是这剧悬疑剧情的本身其实就过于简单。应该说这也是这剧让人诟病的原因之一。真的，不信大伙你就品品啊，无论是好的悬疑剧还是好的悬疑片，它其实都不会让观众很容易的猜出凶手是谁，或者说凶手的动机的。你看，无论是漫长的季节里王阳是被谁杀的，还是唐朝诡事录之西行里仵作是被谁杀的，应该说你不看到最后，你都不知道他俩是自杀。也就是说，这种扑朔迷离的剧情才是一个好的悬疑剧的特点。而咱们再反观《猎罪图鉴2》吧，你很容易就能看出来谁是凶手。当然，除了这剧的悬疑情节稍微有点敷衍以外吧，其实这剧还有3个问题，那就是单元角色的演技问题，还有演员对角色的理解，还有整部剧的节奏。应该说也是这3个问题拉低了整部剧的一个水平。首先吧，咱们先来说说单元角色里的演技问题。应该这么说，主角团这边吧倒还好点，因为像剧中这种完全正派的角色其实不难演。你就像我不是药神里周一围的这种角色难演吗？其实不难演呢。反倒是情绪复杂或者相对反面的角色难演。你看像剧中男主这样经常做噩梦的模拟画像师，还有犯罪嫌疑人，他就比较难演，因为男主平时的工作要考虑到感同身受，他才能画出来，而犯罪嫌疑人这边呢，要结合自身的遭遇才能表达出来。应该这么说，谭健次这边吧，我还不是特别担心，因为他本身的戏路也非常广。你看他无论是演狠角色，还是演喜剧角色，还是演本剧这种冷峻的角色，他都能诠释的比较到位。反正在同年龄段里的演员里，找他这样的凤毛麟角。虽然说他吧不是科班出身的，而且我也不知道大伙都对他是什么评价，但是在我这儿呢，他都属于第2个胡歌了。当然，老车这里指的可不是什么颜值啥的啊，而是说一个演员的个人能力。但你再反观他这剧里每个单元的龙套角色就比较鸡肋了。不是演的戏太过，就是表情特别生硬，可以说和我曾经说过的那个沉睡花园犯的是同一个毛病，那就是每一个单元里的龙套角色演技都比较鸡肋。这样老车吧也不用说那些废话了，不信你就拿《猎罪图鉴2》里第1个案子的犯罪嫌疑人陈琴去对比我不是药神里王彦辉演的那个犯罪嫌疑人。应该说这2个在作品里都是小配角，但是他俩在演技、台词、表情上的差距高下立判。当然，这是有的朋友就该说了，你不能拿那些老演员
员和新演员比，因为新演员没有多少演戏的经验。行，咱就不拿老演员比。这样，老车再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剧中第2个单元里的犯罪嫌疑人云磊，你拿他去对比《驴得水》里阿如娜演的那个铜匠，也就是《狂飙》里演李宏伟的那位，可以说无论从剧中演员的咖位，还是剧中角色的人设，或者是剧中角色的社会地位，应该说这2个角色都大差不差。但是你要对比2个演员的演技呢，那就相差比较远了。应该说这是普遍国产剧的一个通病，那就是除了主角团以外，其他龙套角色的演技就不值一提了。真的，你要说古偶剧吧，还情有可原，因为古偶剧里除了男女主以外，其他的演员也都是背景强。但是悬疑剧里犯罪嫌疑人你要是这么演的话，那就显得剧情没有真实感了。而这点呢，相对于欧美剧和韩剧来说就比较强了，因为普遍的欧美剧和韩剧里面龙套角色的演技和主角团差距没有那么大，所以说那种真实的氛围就特别浓。而这剧第2个问题呢，就是有的演员对角色的理解还是不到位。而这个问题吧，主要说的就是另一个主演金世佳。说实话，我不知道是导演让他这么演的，还是他自己这么理解的。真的，你不看他们对话的话，你都不知道他演的是一个刑警队长。这家伙长得就好像他是一个刚来刑警队报道的新兵蛋子似的。真的，不信你可以对比《三体》里于和伟演的那个史强，或者同为柠檬影业出品的那个《胆小鬼》里王彦辉演的那个冯国金，包括韩剧《幽灵》里苏志燮演的那个搜查队长。可以说你把金世佳演的这个刑警队长和他们仨放在一块堆，那就是一个新兵蛋子。当然老车这边光嘴遁也没有用，不信我就给大伙举一个剧中的例子啊。应该说从这段剧情你就能看出金世佳演的这个刑警队长特别不专业。这不，在第3个单元中，男主经过抽丝剥茧猜出了山上的守村人是凶手之后，金世佳这边演的这个刑警队长呢，赶紧就上犯罪嫌疑人的家里试探去了。现在给你试探就试探嘛，只要不暴露自己的目的也行。结果这位呢，上来就用一脸怀疑的表情来面对犯罪嫌疑人，这家伙整的就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来搜集证据似的。而且你要是第1次来吧，我都认了。结果他之前就来调查过，所以说金世佳演的这个刑警队长第2次来这么调查，极其容易打草惊蛇。你想想，一个警察不声不响的又来到了你家，然后呢还非要进去参观，进去呢就翻你家日历，最后针对日历对你进行一连串的灵魂拷问。你想想，如果你是凶手的话，就算自己再胡也知道自己暴露了吧。说白了，这也就是这个凶手不是什么纯粹的坏人，而且他呢压根也没想走，不然你说这个凶手他要是偷摸跑了，你得花多大力气抓。而至于这剧第3个问题呢，就是节奏问题。可以说剧组每次查案的时候到那就把证据给找着了，然后用大量的篇幅让男主来亲影再现。可以说男主的画像比调查案件的本身都重要了，整的就好像调查都是走流程，破案的关键都是在男主的画像上。所以说这剧探案的情节就比较弱，就好像把所有破案的希望全都寄托在男主的画像上似的。当然男主这种强大的主角光环吧，我都不反感，因为你不能否认有这种天才的模拟画像师的存在，就像美剧《千谎百计》似的，比这还离谱。主演呢就是演海上钢琴师的那个蒂姆·罗斯，可以说他在《千谎百计》里演的那个微表情专家，甚至都不需要证据，也不需要声音，也不需要测谎仪，但是呢他就能猜出一个人说没说谎。所以说强大的主角光环并不是这剧的问题，而这剧最主要的问题是啥呢？就是案件背后的故事大于了整个案件调查的过程。真的，与其咱们说这是一个破案剧，倒不如说是一个犯罪启示录。当然这也是这剧为什么叫猎罪图鉴的原因。说白了，猎罪图鉴的意思就是探索罪恶背后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当然我也能明白编剧和导演的野心，一呢是想引起大伙对少数人群的重视，二吧就是想让大伙在人性与道德之间做反思。当然无论你怎么编，如果你破案情节不够精彩的话，你都不算是一个合格的破案剧。真的，与其你这叫破案剧，还不如叫群像剧。所以说也不怪我说谭健次撑起了一个剧。你想想，如果换一个一点演技都没有的流量明星去演这剧的话，得啥样？当然这剧呢也不是说一无是处，应该这么说，这剧每一个案件的立意都比较好。你要是把它当成沉睡花园那种剧去看吧，还能好点，大不了就当成一个讲故事的剧就得了。但是如果你要把这剧当成一个探案剧来看的话，显然它这个探案情节有些过于潦草了，可以说跟同类型的什么犯罪心理啊，还有白夜追凶啥的根本就没法比。要我说官方打的那个标签吧，你就别标什么探案剧，直接你就说群像剧就得了。你就像之前谭健次演的那个四方馆似的，你要说有没有探案情节呢？确实有探案情节，但是呢我主要是一个搞笑的剧。而猎罪图鉴呢也一样，如果说你剧情不侧重破案逻辑的话，那你就干脆把它变成一个群像剧。反正总而言之，如果这剧满分是10分的话，我也就能给到6分。
分，而且这6分有4分还都是谭健次的，而那2分呢，就是这剧故事的立意。行了，咱们今天就侃到这儿吧，我是老车，咱们下期再见。